都说这个混血颜值高产出，随便生个撸一撸。混血的宝宝比较可爱，颜值比较高，这个事儿有没有科学依据呢？有没有科学依据？你说有没有科学依据？就我家的一对混血姐弟花，颜值画风很混搭。他俩的画风有多不搭呢？就怎么形容呢？就感觉《罗马假日》里赫本坐在小电动上，优雅而高贵。镜头往前再一拉，一看骑车的是赵四。看起来他俩关系挺好，但实际上我家姐姐非常嫌弃弟弟，是不是嫌弃你啊？但是他俩最大的区别还不是长相，是体格。姐姐像活驴一样特别强悍，弟弟像黛玉一样特别娇弱。姐姐一年四季不管啥时候打开冰箱拿出来冰水咕嘟咕嘟就是灌，弟弟离冰箱2米我妈就给抱走，说有凉风。别说喝冰水了，就吃啥喝啥都得恒温，都得是先做热的，然后我妈拿小风扇再得吹。姐姐胆子贼大，活泼好动，弟弟胆子贼小，还有点老气横秋。姐姐啊，大冬天短裤冰水冰滑轮，4年没进医院的门。弟弟一年四季棉裤腰，今天咳嗽明天烧。然后大胖媳妇就看不下去了，说看不了拿铁这么娇惯，从此拿铁要交给他带。所以我家可怜的小拿铁现在每天就过着这种多喘的日子。我是爸爸。爸爸。拿铁也是没想到，都说人这辈子有几道坎儿，84有灾儿，73有难，最大的坎儿竟在1岁半。1岁半，那我妈看着肯定想打他呀。咱们的妈妈们啊，就当他们无法用科学去解释一个现象的时候，她往往会给出2个简单粗暴的结论：一，你现在我让你嘚瑟，到老了全落病。我老公就很费解，落什么饼不能现在落？春饼啊，春饼啊。我妈说将来你老了就落了，落了你就知道了。我老公说你这不是烙饼，你这属于画饼。你说就烙个饼，你还不说啥时候烙，你还不说烙啥饼，就给一个泡影，还老了就知道了，净整那个向天再借500年那个事儿。咱妈妈的第2个说法就是，咱们体质不一样，基因不一样，我们不能像你那么虎。我老公说咱俩不一样，他俩怎么能不一样呢？这俩孩子一个母亲一个父，exactly重合的基因库，同祖而来又同宗，同一个太姥卷大葱，他俩的先天体质和基因是一模一样的。今天的不同完全就是生活习惯和待人方式不一样。但是我也希望拿铁能就是被他爸带的稍微强壮一点。我认为孩子就是除了情感上适度粗糙没毛病，就是有点可怜拿铁了。在俺家父子关系咋修复？天凉不让穿衬裤，文化碰撞哪家强？谁命不硬谁投降？妈只能在营养上先给你打好基础。这款诺优能孕慧奶粉大品牌，喝着放心，主打好吸收。因为喝奶这个事儿跟读书一样，书里有多少营养重要，但能吸收进去多少更重要。拿铁呀，你得要点强，赶紧从中杯往大杯发展了。长大了你也骨头你爹，为娘的只能帮你到这儿了。俺们一家啊，有可能要上某台的春晚，事儿还没定呢。俺家那3口人把节目排晚了。最近某省电视台联系了一下我们一家人，收到这个邀请呢，说实话，我心情是非常复杂。第一个反应呢，肯定是觉得哎呀无比的荣幸，但另一方面呢，一想到跟我同台的这几个搭档，又觉得无比的要命。因为俺家这几个人呢，他各说各的话，这仨人彼此说话都听不懂，更别说上到那么大舞台去表演了。我一下子哈，我这人挺好面，我都不敢答应，我怕丢人。但是真正丢人的人，他很自信。然后我同事就跟我说姐，其实你也不用太担心，不行他如果记不住词儿，你找人给他借个提词器啥的呢。我说问题不在于有没有提词器，是俺家这3口人都不认字儿。大胖媳妇看我这样，那我不干了。他跟我说，谁说我不认字儿？我只是认不全，有时候读错，我绝不是文盲。我说这样，咱就写2句最简单的话，咱测一下，你看你能读成啥样？选简单的字儿写。他不认字儿。不认识，了点大，毛，不行了，你不能看吗？重念，大口，吐。吐前面还有个字儿呢，这个字能是啥？没吐，大口，没吐。大口吐啊！吃啥了？你着凉了？
你看啊，这外国人他就是不懂中国人的谦卑，但我没想到俺家这小中国人他也不谦卑。张大铁都不知道春晚到底是啥意思，一听说要表演节目，高低要去，于是大胖媳妇领着2个孩子在家苦苦钻研历届春晚爆款视频，好好排练了2天。等我回家给我个惊喜，就是要跟我证明他们仨可以去，我不能给他们拖后腿，然后将来可以在电视上看到自己的精彩表现。要说俺家电视啊，确实好。京东听说我妈想要大电视，就给我们送了海信的一般 Ultra 真100寸大屏，太震撼太有面儿，还是黑曜屏，电视咋看都不反光，啥画面都能识别优化。大胖媳妇馋了，也要在京东下单一台电视，送装一体，今天买明天就能看。我叫白云，我叫黑土，我叫白云，我叫黑土，我71，我75，我属鸡，我属虎，这是我老公，这是我老赌，老母，这是我老母，下蛋公鸡，公鸡中的战斗机，哦耶！下蛋公鸡，公鸡中的战斗机，哦耶！我要啤酒肚。要不我自个儿去呢？自个儿去呢？外国人对中国有一个特殊的现象是不了解的，那就是中国的老头怕老伴儿，越老胆儿越小；中国的老太太谁都不怕，越老越奔放。这个事儿给我的加拿大公公婆婆造成了很大的误会。我跟你们说，我婆婆温迪在加拿大一直属于美女，年轻时候追求者相当多。我公公布莱恩呢，长得反正咱说人品挺好，所以这么多年大家一致认为颜值上温迪属于下降。没想到来到中国反转了，旅游第2天布兰就跟我说，中国老太太可比加拿大老太太奔放多了。第1天在海南，有个大姨看着布兰过来了，中国大姨是世界上最社牛的人，跟布兰一顿各种造型合影，然后开始唠嗑。布兰啥也没听懂，最后大姨拉过布兰的手，在他胳膊上轻轻写下了1961，意思是说他是1961年出生的。布兰以为大姨给他留手机号呢，大姨给老外整脸红了，布兰都有点害怕自己守不住底线了。本来布兰以为这只是一个偶然，但是接下来不管去哪儿都是各种热情的中国老太太，教他汉语的，教他唱歌的，教他跳舞的，管他要微信给他孙子补英语的。布兰在这群老妹儿的簇拥下彻底迷失了自我，就开始跟温迪嘚瑟，说温迪到目前没有一个老头搭理他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中国人的审美和加拿大人是反的。温迪在这儿是磕碜人，神经病。那温迪对自己颜值这一块那能服吗？第2天也去勾引老头，但是温迪发现自己的魅力在中国老头这儿完全失灵。温迪懵了，头发都撩出静电了，老头们守身如玉啊！直到那天去海边，他的真命老头出现了，海风吹起温迪的长发，一个摄影老大追着他咔咔拍。温迪以为老大是个艺术家，在他这找到灵感了呢，感动的想管人家要微信，结果人老头说10块钱一张，100全拿走。他俩今天各玩各的，哎，脸晒通红倒是挺般配。还好啊，我给孩子们用了1夜儿童防晒，没红也没黑。崔玉涛亲研功效型防晒，温和不伤肤，民保都能用。他家专利因子能保护屏障、防晒伤，轻薄不闷脸，防水防汗的全波段防晒，海边暴晒也不怕。中国老头给温迪的冷落，让布兰心里完全认定了中国和加拿大的审美必然是反的，要不然怎么解释呢？儿媳妇长得像个豆厨子似的，在这当网红900多万粉丝。我觉得老头老太太的事儿吧，最懂的还得是张大铁。我就去采访张大铁去了，我跟张大铁说，你跟你爷解释一下是咋回事。然后坐在那说，那你奶奶说话，没有老头敢跟他说话。中国老头都怕老伴儿，他不敢搭理我奶。我就给我说我姥爷看我奶奶，我姥姥就咔咔掐着我姥爷大腿底子，就这老疼啊！这那中国老太太呢？中国老太太咋不怕呢？我老谁也不怕，生气就掐你大腿底子，就咔咔咔咔咔。谁敢惹他呀？不要腿了，不要腿了。